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德钦县有一对夫妻，丈夫打铁营生，妻子操持家里，过着寻常人家幸福日子。在迎来白白胖胖一对双胞胎后，日子更是蜜里调油。可惜老天总喜欢戏弄人，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，一场大火将夫妻俩家业烧得一干二净。为了救出孩子，夫妻俩严重烧伤，丈夫伤重去世，妻子疼得哀嚎不已，却为了孩子闯过鬼门关。母子三人从此相依为命，哥哥叫梁正，弟弟叫梁启，吃尽苦头却也磕磕碰碰长大了。这天，梁启同哥哥去码头做工，街上吹吹打打热闹极了。一个新郎官骑着高头骏马得意洋洋去娶亲，梁启瞧着对哥哥说：哥，你给我娶个嫂子吧。梁正摸摸弟弟的头，先填饱肚子再想娶亲的事吧。梁启拍拍肚子说道：我少吃点，多做点，咱们存些钱给你娶个媳妇，然后生个小侄儿，家里就热闹了。梁正笑了，你倒是懂得多。到了码头，两人不再聊天，而是闷头扛起货物赚取那微薄的工钱。瘦小的身板不堪重负，却也仍负重前行。梁正今年18，梁启也是。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眼热别人娶媳妇倒也正常，可惜赚了些钱还要给母亲买药，连吃顿肉都是奢侈，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嫁过来。梁母也不止一次懊恼，原本求生是怕孩子们无人照顾，所以放心不下，如今却成了孩子们的累赘。如今2个儿子都18岁了，还娶不上媳妇，都填了他这个无底洞。曾经不止一次寻死，却被儿子发现，将他好一顿骂。后来干脆一人上工，一人守着，寸步不离，直到他答应好好活着，2个孩子才破涕而笑。幸好现在身体不行了，怕是也没2年好活。希望到时儿子能开始新的人生，不再过这种一眼盼不到头的日子。梁母朝菩萨祈祷，愿用余生换得2个孩子娶上好媳妇，幸福美满过完一生。母子3人就这样一日日过着。2兄弟将挣到的钱都给梁母买药，可惜梁母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终在1年后去世。走时面带微笑对着2兄弟说：娘走了，去找你爹了，你们一定好好活着，这样娘也放心了。娘，娘，2声痛呼，梁正和梁启从此没了爹没了娘，2兄弟成了世上彼此最亲的人。这年2人19，等到21岁时，兄弟俩省吃俭用存了些钱，日子总算宽裕了些。梁启见哥哥还没娶媳妇的打算，急得自己摸了些银子去了张媒婆家。张媒婆瞧着一大小伙上门，殷勤地上前招呼道：哟，小伙子，想说亲啊？想要啥样的？和我说说。梁启急忙摆手：不是我，是我哥。张媒婆朝后看看，狐疑道：你哥哪呢？我替我哥来的，不过我同我哥长得一样，我们是双胞胎。哟，这可是稀罕事。张媒婆乐了：你们兄弟情深啊，说说看，你哥想要啥样的？就冲你这份心，我定给你找个好的。梁启想了会，认真说道：不嫌弃我家穷，肯对我哥好，他是过日子的，这要求可不低。张媒婆说道：不过这附近几个村子我帮你细细打听下，说不定有合适的。梁启掏出1两银子，肉痛地递给张媒婆：这是定金。张媒婆收下后喜笑颜开：好嘞，你就等着吧，不出3天，我肯定给你个信。梁启回家后见哥哥在屋里，当下掩不住高兴，忍不住说道：哥，我要有嫂子了。梁正乐了：你嫂子应该是我媳妇吧？我怎么不知道我娶亲了？梁启将今天去张媒婆那的事告诉了梁正，梁正拍了他一巴掌：你啊，
那钱本来是存了给你娶媳妇的，既然你托人去寻了，那到时你去相看就是。梁启大惊，哥，你说什么呢？长幼有序，你没成亲，我成什么亲？梁正坚持道，我能看你娶妻生子就行，不用管我，梁家靠你了。不行，必须你先娶。梁启也生了气，不懂哥哥为什么要让他先娶亲，这2年省吃俭用不就是为了哥哥娶媳妇吗？眼见就要达成，哥哥又是闹得哪出？兄弟俩为了这事争执几天，谁也不让谁。第3天，张媒婆喜气洋洋敲响了门，开门的是梁启。梁正一大早出去做工，梁启特意在家等着张媒婆来。哎呦，你哥哥真是好福气，我这几天跑断了腿，终于寻到一个合适的。梁启大喜，真的，可不是吗？张媒婆咕噜咕噜喝了一大口茶。那姑娘叫喜儿，听名就喜庆，长得也是花容月貌，人家就求一个吃苦耐劳心的善良的人家。听人说你们兄弟俩几年如一日照顾病重的娘，想来这人差不了，只是他家就一个女儿，如果你们愿意等他爹年纪大了愿意照顾一二，那他就嫁了。你别说，这姑娘还真孝顺。梁启听着，觉得媒婆说的这姑娘不错啊，长得漂亮又孝顺，于是点头。那等我哥回来，我跟他说说，明天给你信。行，那要快点啊，好姑娘可不愁嫁。说完，张媒婆就走了。梁启心里想着，今晚一定要让哥哥松了口。晚上终于盼到梁正回家，梁启将那姑娘情况告诉哥哥，两眼期待地望着他。梁正见弟弟始终不死心，叹了口气道，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贪玩在街上遇见一个拐子的事吗？梁启点点头，记得，还好你机智，不然我们都被抓走了。梁正低着头说道，那次虽然跑出来了，可同他们争斗时，我伤了下体，这些年那处没有任何反应，我不能害了人家姑娘。明天你去吧。梁启惊呆了，情急之下想扒开哥哥裤子看下，却被哥哥恼火推开。你不能给我留点脸面吗？哥。梁启诺诺不再开口，兄弟俩一夜无话。第2天，梁启去了张媒婆那，说想娶亲的人是他。张媒婆不管谁娶亲，反正报酬给他就行，于是带着梁启去了姑娘那。两人相看，互相都很满意，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了下来。新婚之时，梁启瞧着哥哥孤单的身影，暗自想，定要好好照顾哥哥，让他一生无忧。由于娶亲花费了所有的钱财，梁正没有多余的钱搬出去住，无奈之下，只得与弟弟弟媳住在一块。好在喜儿也没有说些什么，对夫兄也多有照顾，甚至对两人颇为相似的脸还甚感有趣。喜儿对梁启打趣道，你同你哥长得也太像了，有时我都分不清哪个是我相公。梁启笑道，我们是双胞胎，当然像了，只是连你都分不出来，那可就该打了。说完，梁启凑到跟前挠喜儿痒痒。喜儿讨饶道，哈哈哈，别挠了，好痒，我分得清，分得清。那你说说我们哪里不一样了？喜儿指尖指向梁启脖子，你这有个小黑痣呢。还有呢？嘻嘻，那要脱了衣服才知道了。两人嬉闹着又滚到床上，开了一晚上船。成亲快2月，一天清晨，喜儿闻着菜味犯了恶心，梁启着急问她怎么了。喜儿含羞推攘了他一下，不说话。梁启还要追问，喜儿白了他一眼，你这傻子，我这是怀孕了啊！梁启喜出望外，梁正也坐在桌旁，听到这消息，面露喜色，太好了，梁家有后了。待请来大夫确诊后，两兄弟包了所有的脏活累活，舍不得让喜儿做一件家务。喜儿享受着兄弟俩的照顾，脸蛋也变得日渐圆润起来。为了喜儿同未出生的孩子有更好的生活，梁启同梁正商量，存点银子，到时学着别人跑上去，做苦力存不了几个钱，
也吃着年轻饭，老了一身病痛。况且兄弟俩脑子也不笨，又吃苦耐劳，定能闯出一片天来。等孩子快2岁时，梁正带着全部积蓄踏上了跑商路。等回来时，钱财翻了5倍，这让兄弟俩欣喜若狂。等梁正打算再度出发时，梁启跃跃欲试，也想跟着去。梁正问他：那你媳妇和孩子怎么办？老实在家待着，我赚钱养你们。梁启一听这话不乐意了：哥，总不能一辈子靠你。喜儿也在旁说道：哥，让梁启跟着去吧，孩子也大了，我自个带能行，你们互相有个照应。梁启一把抱起喜儿：好媳妇，要辛苦你了，等我赚了钱，给你换大房子，打金首饰。当兄弟俩出发后，喜儿经常抱着孩子在门口翘首以盼。转眼半年过去了，门口终于出现一个身影。喜儿。喜儿一听这呼声，知道是梁启回来了，立刻高兴地扑在他怀里：你终于回来了，想死我了。梁启身形僵硬，没有回话。你怎么了？喜儿抬头看去：你一个人回来的吗？哥哥呢？梁启眼睛红了。喜儿，怎么了啊？喜儿急忙问道。我和哥哥回来路上遇上山匪，钱全都抢走了，哥哥为了救我死了啊！喜儿震惊不已，随后跟着梁启哭了起来。孩子围在父母脚下，不知他们为何为哭，但也跟着好好大哭起来。待平复心情后，喜儿烧水让梁启泡澡，洗去一身泥污。以往都是喜儿帮忙搓背，今日梁启却是怎么也不让喜儿进去。这都不说，晚上睡觉时，梁启也收拾东西去了梁正那屋，说是想念哥哥。如今哥哥尸骨未寒，长兄为父，为他守孝3年，喜儿盼了半年，虽有些失落，却也理解丈夫的心情。同哥哥相依为命，好不容易日子好起来，如今却遇到这种祸事。哎，喜儿敲响哥哥的门，冲屋里梁启说道：哥哥遭了意外，我也很难过，可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顺变，钱没了不要紧，我们再慢慢赚，活着就还有希望。我相信哥哥保护你时，也定是盼着你能好好活下去，替他活下去。相公，你不光是弟弟，也是我的丈夫，孩子的父亲，我们等你。屋里传来梁启的哭声，喜儿站在门外陪到深夜。转眼梁启回来半年，这几个月他精神好了许多，偶尔也会逗孩子玩耍。在一个夏日的午后，陪孩子闹完冒出一身汗，梁启站在院里就着井水冲了个冷水澡，浑身舒坦。见喜儿推门进来，梁启慌忙拿起衣服穿上。喜儿见状嗤的一笑：孩子都有了，你还害羞呢？梁启嘿嘿笑了2声。喜儿走到他身边，放下手中篮子，一边替他整理衣领，一边笑说：都多大人了，看你衣服穿的。喜儿放下手，紧盯着梁启打量。梁启有些紧张，问道：怎么了？喜儿垂眼，声音有些颤抖：没什么。哎呀，这天太热了，我去屋里了。说完匆匆离去。梁启松了口气，将院里收拾好，也回了屋。喜儿在自个屋里惊疑不定，相公脖子上的痣呢？想到一个可能，喜儿白了脸。自从有个这个发现后，喜儿留意观察梁启一举一动，那颗痣又回来了，但是夹菜的动作和走路的姿势全然带着梁正的影子。喜儿大惊，那是夫哥。喜儿按耐不住，冲到梁正跟前质问：梁启呢？梁正瞬间白了脸：你知道了？梁启呢？喜儿再一次问道。梁正深吸一口气，说道：他死了，为了救我，被山匪一刀砍死。他临死前对我说，让我照顾好你们，他对不起你们母子。为什么死的不是我，而是他？梁正泪流满面：我多希望能替他去死。是啊，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喜儿崩溃了，原来自己丈夫早就死了，你为什么骗我？对不起。
梁正低下头，是我错了，梁启不想让你知道他死讯太伤心，让我先骗你2年，等感情淡了，到时合理你再找个人嫁了。喜儿不可置信看着梁正一眼，气愤离开。第2天，喜儿一天没有踏出房门一步，梁正一边带孩子一边做饭洗衣，任劳任怨。这样一连过了几日，在第7天，喜儿终于打开房门，没有吭声，默默接下所有的家务。梁正怕喜儿别扭，赶紧找了活早出晚归避开了她。孩子越来越大，他亲热地叫着父亲母亲。梁正和喜儿也没同孩子透露过什么，3人面上宛如一家人，其乐融融。日子过着过着就成了习惯。梁正同喜儿分居2房，但其他同夫妻没有两样，为了家为了孩子操持着一切。又一年新年，孩子早早睡了，喜儿喝醉了酒，望着梁正与梁启一模一样的脸，哭出了声。他扑进梁正怀里，你个坏人，凭啥你说死就死，让我活着受罪？梁启，你王八蛋！是，我王八蛋。梁正想将喜儿推开，喜儿紧紧搂着他，嘴里嘟囔道，别推，让我抱会。梁正不动了。夜越来越深，越来越寒，怕喜儿着凉，梁正将喜儿抱回了房间。正欲离开时，喜儿拉住他，我冷，别走，许是酒意醉人，或是烟花浪漫。梁正搂着喜儿睡了一夜。第2天醒来时，喜儿已起床煮了一大锅饺子，望着圆圆鼓鼓的饺子，梁正仿佛找到了生命的意义。喜儿望着他笑了。梁正同喜儿说了自己的隐疾，喜儿捂嘴笑道，早听梁启说过。梁正直接红透了脸。喜儿说，我就觉得跟你一起过日子舒服，也仿佛梁启一直没有离开，我们就这么凑合过吧。梁正没有拒绝。梁启死后，他的生活里只有喜儿和孩子，如果让他去别处，他不知道活的意义，所以这样过吧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